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呢就说，人类已经发现了外星人，并且很大的程度上人类已经被外星人授予了许多知识。在2017年的2月7日呢，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呢曾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就警告特朗普他就说时机已到，该让世界了解外星人的真相了。如果美国不参与这一声明呢，克林姆林宫也会自己去做。会后呢，在和记者的后续聊天当中呢，梅德韦杰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麦克风没关，结果就爆出了足以停播的惊天猛料。而梅德韦杰夫在摄像机面前亲口向记者承认，每个俄罗斯领导人都会拿到2个文件夹，一个呢是带有核密码的文件，另一个呢里面含有关于外星人访问地球有多少种类留在这里的信息。在电视机镜头以外呢，梅德韦杰夫还告诉记者呢，他不能够说出我们当中有多少外星人，因为这会引起恐慌。随后呢，他还告诉记者人类可以从俄罗斯的纪录片《黑衣人》当中找到更多的细节。这一番言论一出立刻震惊了世界，人们都对这位前总统的言论呢非常感兴趣，更对身边存在着外星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好奇与紧张。所有人都认为这位曾经的总统，现任的总理梅德韦杰夫呢，不是那种随便发表不负责言论的政治家。梅德韦杰夫呢，出生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毕业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曾就任于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俄罗斯总统、俄罗斯联邦政府的第一副总理以及俄罗斯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主席，现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他提到的纪录片与电影是不同的，他的制作呢通常是基于事实的可信度很高。结果呢，我还真的就找到了这一部俄罗斯的纪录片《黑衣人》。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大家好，小唐。俄罗斯地广人稀又曾经是世界的2极之一，所以 UFO 的事件呢一定不会比美国少。只不过因为媒体与政治的原因呢，很多的事情都被掩盖于公众的视野之外。有心人如果仔细的搜索呢，还是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在俄罗斯一个叫安通的人呢，他就在城市的上空曾经看到过一个具有复杂形状的物体之后，他就对这个飞碟的热爱开始不断的加深了。这个物体很大，是个黑色的，周围呢闪着耀眼的光芒。他说我所认识的这个飞行器没有这样的，它一定不是地球的东西。前端呢有红光，周身有黄光，长度大概在50米。这个物体是静静的飞过了安通的头顶，然后消失在天空之中。那这个飞行器看上去就很像是上帝的鼠标，难道我们真的是生活在虚拟现实生活之中吗？从那个时候起呢，安通就立志要弄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谁在驾驭它。于是呢，他就调查，发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外星人事件的真相。那第一个故事呢，是1946年在科尔巴山脉呢中部就发现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小孩。这个小孩年龄在7岁左右由于战乱呢，孩子说不出自己的名字，于是就送到了孤儿院嘛。那在那里面呢，孩子身上就发生了许多奇异的事情。孤儿院的人就说他在睡觉的时候，整个人会悬浮在空中，很多人都看见了，而且他还经常一个人与树木和鸟儿交流，仿佛他们都可以对话一样。那最神奇的就是很多人都看见他使一个死去的动物复活。那这个令人惊奇的孩子居然还能够预知未来。他预测呢，16年后第一个进入太空的是一位叫做尤里的俄国人。那不久呢，警察就来找这个神奇的孩子了。警察就说他们找到了这个孩子的父母，那感觉就像骗人一样。随后呢，又有安全部门的人来也找这个孩子，并将他带走了。将他带走之后孤儿院的老师居然在克格勃总部还被接受了审问，问他呢就是这个孩子在孤儿院发生的一些奇异事件。那自从他被克格勃带走之后呢，就再没有人知道他的消息了，仿佛这个小孩子就是会特异功能的人。第二个故事呢，就是俄罗斯的试飞员尼古拉，他呢对最新型的飞机了如指掌，所以他可以轻而易举的就判断出空中哪些呢不是人类的飞行器。他说天空之中呢不只有人类的飞行器，其他的飞行器他见过很多。他举例说，在一次这个太阳落山之前呢，他说我们远处就看到一个闪烁的物体，它是椭圆形的，呈这个黄褐色、金黄色看上去就很像我们人类自己的飞机着火了一样。因为人类的飞机在空中起火就是这个样子嘛，大概。一开始他说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飞机着火了，于是就赶快跟这个塔台空中指挥联系嘛。当所有人都报告之后他们都说没有任何的飞机起火。随后呢，他们就立刻派出了侦察机想过去侦察，看看那到底是什么。他说当我们的侦察机接近那个物体的时候，大概有2到3公里，那个椭圆形就发出了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各种光，然后以78度角呢极高的速度就飞入了高空的几万米之中。
随后就变成了一个亮点，消失不见了。飞行员说啊，我们的飞机根本就追不上它，而且飞行员说，一个简单结构的机器根本就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嘛。而这个椭圆形的物体的机动性，即使是目前最好的飞机啊，也达不到啊。所以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飞行员们啊都在讨论着这个不明飞行物体。但是呢，克格勃的探员们居然光顾了他们，把他们所有人都召集在了一起啊，让他们不要再讨论这个事情了，并告诉他们说啊，那只是闪电。但是飞行员们心里很清楚啊，那根本就不是闪电，因为所有的飞行员都见过闪电，知道它的样子。但是这件事情啊，就这样不了了之了。由于当时那个年代的不明飞行物啊越来越多，所以大家有解释嘛。第一种就是有可能是希特勒建造的那些飞行器，随后啊这些设备的蓝图啊被带到了美国，他们研制出来的。而第二种呢，就是说随着这个核纪元的开始啊，核武器被研发了出来呢，地球被毁灭的这个潜在危机就增加了，这就引起了外星人的关注，所以啊他们开始啊都来地球了。那第三个故事呢，是随着深入的调查呢，这个安通就找到了更多的证据嘛，证明在最近1个世纪以来呢 ，UFO 在地球上的存在。他就看了很多卫星的照片以及美军基地的时候啊，他就注意到，尽管有些谷歌地图的照片已经被他们修复过了，就是 PS 过了，但是有些东西呢还是被遗漏了。因为在内华达州的印第安纳斯柏林的核设施以北呢，军方的发射场就存在一个不规则结构，这个结构怎么解释啊都不通。因为没有道路通向那里，而且这些高地呢也很难通车。一个叫查尔斯的前美国士兵也证实了，说地下基地和外星人确实存在。在60年代呢，他效力于内利斯空军基地，这个基地离那个印第安纳斯柏林基地啊不远。他就声称呢，经常与居住在当地的人交流，而当地人就告诉他那里有一个外星人，声称他们的种族呢叫做高大白色种族。而外星人就告诉他们，他们的代表就生活和工作在地球上，而且得到了美政府的同意。所以外星种族的接触从很久以前难道也就已经开始了吗？因为在1949年的北卡罗来纳州啊，曾经就有一架卵形的外星飞船坠毁，而飞行器上呢就有4名皮肤呈乳白色的人形生物。当时他们都活了下来啊，被幸存者呢就带到了神秘的地下掩体当中。但是几周之后啊，他们死在了那里。当时的这个美方出具的报告就说他们是死于饥饿，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食用人类给他们提供的食物。但是这件事情呢，由于没有具体的证据呢，军方和官员以及罗斯福总统啊，当时根本就不相信这一切。于是这艘外星飞船和4名人类生物呢，就成了美政府外交的一种手段。此后白宫就开始掩盖1947年罗斯威尔事件，而且外星人在军方的基地啊会见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双方呢同意合作，外星人就愿意提供他们的科技，但是作为回报呢，要求他们啊也可以用一些人类呢作为实验。于是当时双方就同意呢减少当地啊2%的人口，所以这个高大白色的这个种族呢，仿佛一下子啊当时人口就增多了，人类呢就开始被外星人劫持。这些事件呢不只是发生在美国，在俄罗斯的一个女子啊阿纳斯塔西亚呢是这些不幸的人群当中的一个。一天呢，在小镇当中呢，她在过马路的时候就突然看到了一个白色的光，一个神奇的生物就出现在她的面前，仿佛像全息投影一样。她说那个东西是个雄性，个子很高，穿着的衣服呢像是个外星服装。她说我当时还想啊，那可能就是个玩具啊，因为有时候街上就会扔着这种类似于这样的玩具嘛。但是那个生物居然用尖锐的金属声音啊开始问阿纳斯塔西亚了。他说你是否愿意飞到太空之中？因为他当时急于回家给孩子做饭呢，他以为那是个恶搞的一个玩笑嘛，他就随口说了句啊，我很乐意，但是这应该很贵吧？没有想到那个外星生物回答说啊，不贵，任何的时间只要我决定去啊都可以，因为我们是真正的外星人。于是这个阿纳斯塔西亚看了一眼他的眼睛啊，真的是非常的大，灰色的皮肤啊，就与我们讲的小灰人啊非常像。然后突然一束光啊就射到他的身上，将他带到了空中，然后他就发现自己在一个雪茄状的这个不明飞行物当中了。这个时候外星人让他坐在这个有屏幕的椅子前面，向他展示了地球的过去和未来。而这个阿纳斯塔西亚就说啊，我认为那就是时间机器啊。一方面他展示了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而突然之间呢，他又向我展示了最近要发生的事情。他说感觉就像是自己人生的回顾一样，非常的清晰。展示完之后呢，这个 UFO 啊就向海边飞去了。塔西亚还看到了克里米亚海岸以及著名的大熊山。他说飞着飞着啊，突然之间山里面就打开了一个闸门，一扇门打开了之后啊，塔西亚就看到那里面啊全是外星人的基地。在那里他看到了巨大的飞机库以及更多的 UFO。他说这些飞行器都是停在了一只像是支架的东西上面，然后外星人坐在像椅子的东西上工作和修理着什么。而且他还看到了基地中啊对其他人类的实验以及治疗。
那天回家以后呢，他就无法对朋友们解释他消失的8个小时他到底去了哪里，干了什么。在他接受了催眠之后呢，他才知道啊，他的记忆呢就被清除了，而就是因为这次外星绑架事件造成的。第4个故事呢是波罗涅日的故事，是一起曾经被广泛报道的前苏联第3类接触的事件。前苏联新闻机构塔斯坚持就认为俄罗斯东部发生了一起外星人访问事件，既不是目击者的臆想呢，也不是编造的故事。在1989年的9月呢，波罗涅日的居民就亲眼目睹了一个 UFO 落在了一个公园里面，还有一个外星人从里面出来散步，然后离开了。谢尔盖呢就是这一片区域的警员，他就说他没有看清楚外星人的容貌，但是他可以肯定看到了 UFO， 里面有一个人在驾驶，正在高速的飞行，而且无声无息。一开始谢尔盖还以为是自己太过于疲惫出现了幻觉嘛。当他再次揉了揉眼睛睁开的时候他就看见眼前一切都变得清晰，而且 UFO 没有消失。就在随后的调查中呢，前苏联新闻机构就提供了更多的详细信息。那是9月27日的黄昏，名叫瓦夏苏林的孩子呢和一个叫尤里亚的一个孩子在公园里一起玩耍，他们就看到了天空中闪烁着粉色的光芒，而仔细一看呢，那是一颗直径90多米左右的暗红色的圆球，然后慢慢的就靠近公园准备降落。公园内的人聚集的越来越多所有人都看清楚了这个东西。在降落之后呢，那艘飞船的底部就打开了，里面居然出现了一个类人形的不明生物，它长着3只眼睛身高约9英尺，穿着银色的宇航服，脚上踩着一双古铜色的长靴，而胸部还带着一块金属板，很像是钢铁侠的那种。片刻之后呢，他出现的地面呢，他身边就有一台机器人，他和机器人好像在沟通什么一样，就制造出了一种神秘的发光的三角形，漂浮在空中。然后这个机器人瞬间就被激活了起来。这时候就有一个目击者男孩见到此景害怕的尖叫了起来。于是这个外星人立刻就用闪闪发光的眼睛看了他一眼，他立刻就安静了，浑身麻痹就瘫倒在地。就在这个时候，只见那个外星人形生物就拿着一把2米多长的管状物体对准了一个又准备尖叫的16岁小孩子呢，这个小孩瞬间就消失了。等到这个外星生物在这个公园溜了一圈，回到他的飞船上之后呢，这个小男孩居然又再次显现了出来。那该地区的卫生局就表示尽管当时全城的人惊慌失措，却无一人求助于医务人员。杂志的编辑以及读者呢，都将这一发现视为一个重要的科学现象。而塔斯的记者就认为这条新闻是自己报道的，详实可信。如果有人认为这是编出的故事呢，他就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在与记者的通话中呢，他就表示他与数十位目击证人进行了谈话，其中就有儿童研究人员。从9月23日到9月29日呢，他说这个飞船总共有3次登陆。而主管沃涅日物理研究室的这个根里克希拉诺夫呢，他就要求看到的这些学生把他们看到的画面都画下来，而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虽然他将他们每个人都分开，但是他们每个人都画了一艘香蕉型的宇宙飞船，在天空中就形成了一个 X 的字母。这个外星飞船呢，和美国的一家杂志在1976年报道的 UFO 事件相类似。希拉诺夫就表示呢，在这个着陆点还发现了一块类似于赤铁的岩石，但这并非是地球上常见的自然矿物，因为这种矿石呢曾经在苏联的地方出现过。他说他赶到现场之后这个降落的痕迹还在，还看到了飞碟的支点造成的孔洞，就好像是大象留下的脚印一般。那整个调查呢，最后还在继续。而安通就说长期以来他一直和他的同事呢保持着联系，他们一起分析了遗漏的外星信息于是他们就发现了这些外星人不单单是出现在军方，也在白宫出现。也许他们已经控制了老美了呢。而且外星人还把地球当作着陆点，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星际飞行以及使用我们的资源。而且这些高大白色种族呢，同样也拥有月球基地。他说一个叫基里姆的俄罗斯人就声称自己去过这些基地。他说自己从小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一些特质，他能够看透事物以及知道他们的未来。这个基里姆人呢，他是出生于中亚的一个小山村，那个地方经常就有橙色的飞行器飞过，而且能够看到穿着灰色衣服的外星生物。就在不久前呢，他说他在一种奇异的感觉中惊醒，然后起身走向公园，于是就在那里就看到了一架圆形的飞碟。他走过去查看呢，没有丝毫的恐惧。他看这个周围没有人，他居然走进了飞碟里面。他说里面满是灯光的一个房间，他看到有个椅子，他就坐了上去。飞船中没有任何其他人，而且飞船居然关上门，开始慢慢的升空了。他说他向窗外望去呢，就看到了地球的全貌。突然之间，飞船临时就飞到了一片岩石地带，开始降落在了一个陨石坑的旁边。
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呢，他从飞船里面就看到这个陨石坑下面居然有人，他们就穿着像是原始人，赤裸上身，但是很干净。他说我猜测他们就是月球上的矿工，正在挖着什么。他说我就看到他们在那里安静的生活，并不像电影中演的是奴隶，在其他的星球上受到剥削。随后这个基利姆同飞船就飞出了山洞，他才看清楚原来这是月球。随后他就被送回了地球之后，忘记了当天发生的事情。最后呢，一直也想不起来到底发生过什么，以至于最后他去看了一位心理医生，在接受了催眠之后呢，他才回忆起了这一段往事。那一直以来，外星人的存在的真相是最重要的事实之一了。因为人类可以知道自己并不孤单地生活在宇宙之中，可以期望他们比我们更先进，能够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并且能够回答生命的起源。此外呢，外星人拥有先进的科技，就一定意味着他们经济和军事上领先于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政府也不愿意说出外星文明存在的原因。但是目前呢 ，UFO 和外星人还没有被证实嘛，所以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不要忘了订阅与关注宇哥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